五代十国兵至中国唐朝灭亡后的50多年间，继唐末藩镇之乱、封建割据转趋严重、朝代更迭频繁，中原地区先后建立了后梁、后唐、后晋、后汉和后周五代。同时，南方和其他地区还有分别割据一方的很多政权，主要有吴南唐、吴越、楚闽、南汉、前蜀、后蜀、荆南、北汉十国，史称五代十国。在这一时期，兵交则逐，帅强则叛上。新唐书方况兵制，军事制度混乱。五代各朝帝王都是军将亲军夺取政权，因而极其注重加强军事领导机构，掌握军队。后唐设叛六军、诸卫士，后晋设侍卫、马步军、都指挥使，后周又增设殿前都点检。五代后期，枢密使也开始主管军政，军队出征另设招讨使、都统、都部署、行营都指挥使等统兵官。五代时期军队的主力大体为禁卫六军，六军又分左右实为12军，他们往往冠以龙虎、羽林、神武等名号，根据皇帝的旨意，名号可以随时改易。又由于兵力的扩充，名号不断增加，如后周怀恩军、怀德军等。禁卫军的编制原来不甚一致，后来逐渐形成湘军指挥都的序列，其中指挥为基本单位约500人。五代初期普遍设立亲军，亦称牙军，以此作为私人武装的核心。以后牙军进一步发展，有的设置义儿军，与主帅具有更为密切的隶属关系。除禁卫军外，各州县还有由节度使率领的地方军。军队主要是步兵，其次是马军、骑兵。江南地区也重视建制水军。五代主要实行募兵制，凡招募士兵，先度人才，次月走乐士、詹事，然后斩面四以名前一旅而立诸级。宋史方况兵制，为了标明隶属关系，防止逃亡，对应募士兵皆闻其面以记军号。资治通鉴卷266，有的在其控制境内强或差异。如幽州刘仁恭规定，凡男子年15岁以上、70岁以下，全勤定罢都。就五代史方况留守光传，士兵一旦刺面，终身受辱。此时期军法极严酷。后梁太祖曾规定，凡将校有战美者，所部兵悉斩之，谓之拔队斩。文献通考卷152。为了笼络军心，有的帝王对骄兵悍将又十分姑息纵容。五代有时还征集在乡丁壮为兵，视为乡兵。后晋开运元年944，令诸道州府县典籍乡兵，规定其家税户共出一兵兵仗器械，共立营之，并以武定军为号，后改天威军，但因乡民不嫌军旅教阅无效，不久放散。南方吴国武义元年919，征其乡兵教习战守，称为团结民兵。十国春秋方况52，但为时很短，其中也有抢令出钱或缴纳实物代役的情况，这事实上是由一种兵役演变成为一种军赋。五代时，除经常的庞大军费开支外，军将为驱使不下卖命，对士兵的赏赐很多。后汉高祖刘知远悉出后宫所有以劳军，养军耗费极大，相沿承袭，成为各代的沉重负担。监于百户农户未能善议甲士，府库蓄积，四方贡献善军之外，鲜有盈余。五代会要卷12。而军队骄悍，纪律松弛，打起仗来往往溃败等情况后，周世宗柴荣绝技整顿军队。于显德元年954，在高平之战险遭失败后，先斩不战先溃的右军主将以下70余军，历史骄将堕足，使有所惧。资也通奸方况后周记2，又选诸军精锐者，升为上军羸弱者，予以遣散，还挑选各节度使属下的骁勇之士，以为殿前诸班，用以削弱地方兵权。由是士卒精强，近代无比征伐四方，所向皆捷。资治通鉴卷292，这也为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。辽朝兵制，辽朝和金朝是中国北方契丹族和女真族上层相继建立的2个王朝。由于他们都保留着原始部族的痕迹，并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迅速转化的历史阶段，军事制度初期多与本民族社会制度合为一体。进入长城以南地区后，既保有本民族特色，又逐步接受汉族影响，具有民族融合的特点。辽朝皇帝亲掌最高兵权，下设北南枢密院。北枢密院为最高军事行政机构，一般由契丹人主管。南枢密院亦称汉人枢密院，掌汉人兵马之政，因而出现一个朝廷2种军事体制并存的局面。
辽军大体分为公障军、步卒军、荆州军和蜀国军。公障军征集直属皇帝的做账户壮丁组成，是契丹族亲军攻宿卫和征战。步卒军主要由契丹以外的部族壮丁组成，攻守卫四边。以上两种部队是辽军的主力。荆州军亦称五州湘军，征集五京道各州县的汉族、渤海族等的壮丁组成。蜀国军由陈蜀国壮丁组成。后两种部队为辅助兵力。辽初贵族男子人人服兵役，年龄在15到50岁之间的列级正军兵器、战马自备。正军一名马3匹，打草谷守营铺家丁各1人，人马不给粮草，日前打草谷旗，四处超掠以攻之。辽使方况兵卫。后来沿边各置屯田戍兵，一田击鼓，以给军饷。辽使方况识货。辽军以骑兵为主，主要武器是弓箭和刀枪。后期从宋朝传入抛石机式的火炮，编有炮手军。金朝兵制，金朝军事大权亦由皇帝直接掌握，旗下设都统后改为元帅府、枢密院等，协助皇帝统辖全军。战时指定亲王领兵出征，称都元帅、左右副元帅等全任极重，但是临时设置，并非固定职务。边防军事机构有招讨司、统军司等。金军的编制初始与社会组织相结合，主要编为猛安、谋克，一般以100户左右为一谋克，1000户左右为一猛安。猛安上统于万户府谋克之下，还有50、15等组织。兵员的征调，一名正军配一名副军，战时副军可以递补正军。兵卫世袭可以子弟替代，但不能以无充任。金军大体可分为本族军、其他族军、州郡兵和蜀国军，前二者为主力，后二者为辅役。最初奴隶主、封建主都应从军。进入长城之南地域后，主要实行征兵制，签发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为兵，谓之迁军。后期也行募兵制。金统治中原后，还仿汉制，实行发军俸、补助等措施，对年老退役的军官曾设给赏之令。对投降的宋军常保留原建制，仍用汉人将统领。金军亦以骑兵为主，步兵次之。骑兵一兵多马，惯于披挂重甲。各部族兵增多后，步兵数量大增。水军规模也较大，但战斗力较弱。另编有炮军万户。除冷兵器外，还使用火炮、铁火炮、飞火枪等火器作战。